立刻停下你准备抄底的所有动作。今天这个视频，我要帮你彻底看懂最近席卷全球的市场暴跌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说接下来的72小时可能是很多人的财富绞肉机。你会打破那个害了无数散户的跌多就能买的致命惯性。你会学会识别那些用 AI 批量生成的恐慌收割视频。最重要的是，你会知道在当前这个所有人都慌不择路的时刻，什么才是真正能保护你资产的选择。如果你现在手里还拿着股票，或者正准备把钱投进去抄底，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它可能会帮你保住你几年甚至10几年的积蓄。你最近有没有忍不住想抄底，还是已经清仓拿着现金了？请在评论区打出你的想法，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看看大家现在都是什么状态。遇到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也会尽量在评论区回复。先说说过去48小时发生了什么。韩国股市触发熔断，台股一天蒸发 1.4万亿市值，加密货币市场更是惨烈，短短几个小时就有超过10万人爆仓。很多人打开账户，发现几天之内就亏掉了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收益。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技术性回调嘛，涨多了自然会跌，跌多了自然会涨回来。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昨天已经开始分批抄底了，还跟我说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这次的下跌和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一次回调都不一样。你仔细想想，正常的技术性回调是什么样的？一般是某个板块先跌，然后带动大盘，而且跌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抵抗，会有反弹。但这次呢，是全球所有市场一起跌，没有任何一个板块能幸免。亚洲跌完欧洲跌，欧洲跌完美股接着跌，连之前一直被当作避险资产的黄金都在跌，这就很反常了，对吧？如果只是正常的回调，怎么可能所有资产都在跌？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大资金在系统性的撤离，而且是不计成本的逃跑。那问题来了，大资金为什么要跑？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很多人说是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不好，是因为公司财报不及预期，但这些都是表面原因。真正的核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移。那个我们熟悉了10几年的廉价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你可能还在等美联储降息，对吧？几乎所有的分析师都在说，今年下半年美联储一定会降息，只要一降息，股市就会立刻反弹。但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接下来美联储不仅不会降息，甚至有可能重新开始加息，这不是危言耸听。你知道现在市场上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吗？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很多人都在传，极端鹰派的凯文·费沃什将会接替鲍威尔成为新一任美联储主席。你可能对这个人不太了解。这么说吧，如果说鲍威尔是鹰派，那沃什就是鹰派中的战斗机。他一直公开批评鲍威尔的货币政策太宽松，认为美联储应该更早更狠的加息，而且应该彻底放弃2%的通胀目标。如果沃什真的上台，他会做什么？首先，他会立刻停止所有关于降息的讨论，然后他会启动规模高达6.7万亿美元的缩表计划，也就是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最后，他会把利率维持在高位，甚至进一步提高，直到通胀被彻底压下去为止。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全球市场的水龙头不仅会被彻底关紧，还会被反向拧死。我们都知道，过去10几年的全球大牛市本质上就是一场流动性驱动的牛市。美联储不断印钱，这些钱流入全球市场，推高了所有资产的价格，股票、房产、加密货币，所有东西的上涨本质上都是因为钱太多了。现在美联储不仅不印钱了，还要把之前印出去的钱全部收回来。这就像整个市场本来在靠一个巨大的水泵抽水维持运转，现在有人不仅把水泵关了，还要把水管里剩下的水都抽干。你想想，没有了水，池子里的鱼还能活吗？最先感受到这种流动性枯竭的就是债券市场。最近，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 5.109%， 创下了历史新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在一路飙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债收益率上涨意味着什么，我给你打个比方，美国国债是全球公认的无风险资产。如果买美国国债每年能赚 5% 以上，那谁还会去买股票？谁还会去冒那个风险？所以你会看到全球的资金都在疯狂的从股市、从其他风险资产中撤离，然后涌入美国国债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所有市场都在跌的根本原因。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已经引发了全球债市的连锁反应。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 4%， 英国债市也出现了恐慌性抛售。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债务危机。讲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麻烦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真相。很多人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下跌，很快就会过去，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暴风雨其实还没有来。接下来我要讲的才是真正能决定你钱包生死的东西。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把剑，那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件事儿就是往火上浇的一桶油。你有没有关注最近的国际能源市场？ WTI 原油价格已经突破了106美元一桶，而且还在一路上涨。很多机构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内，原油价格很可能会飙升到130甚至150美元一桶。原油是什么？原油是工业的血液，是所有商品之母。原油价格的上涨会带动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会传导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恶性通胀很可能会卷土重来。你想想，如果原油价格真的涨到150美元，全球通胀率会回到多少？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会重新回到 10% 以上。那问题来了，面对重新抬头的恶性通胀，美联储能怎么办？它还能降息吗？当然不能。它不仅不能降息，为了控制通胀，它甚至不得不继续加息。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局，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了，需要降息来刺激，但通胀又居高不下，不得不继续加息。美联储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而这个死局直接宣判了一个板块的死刑，那就是过去2年涨得最疯狂的 AI 科技股。你有没有想过 AI 科技股为什么能涨这么多？是因为他们真的赚了很多钱吗？当然不是，大部分 AI 公司到现在都还没有盈利，甚至连清晰的盈利模式都没有。他们能涨这么多，完全是因为低利率环境，在利率很低的时候，投资者愿意为了未来的成长预期买单，愿意给那些讲故事的公司很高的估值。但现在利率上去了，无风险收益率都有 5% 了，谁还会为了一个10年后才能兑现的梦想买单？而且高利率环境对成长股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为成长股的价值大部分都来自于未来的现金流，利率越高，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越低。所以你会看到利率每涨一点，科技股的估值就会跌一大截。很多人还在抱着英伟达的大腿不放，觉得英伟达跌了这么多肯定会反弹。但他们忘了，英伟达现在的市盈率还有几十倍，在一个无风险收益率超过 5% 的市场里，这个估值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市场已经极度缺钱的时刻，我们还要迎来2个巨大的流动性黑洞，他们会把市场上仅剩的最后一点流动性彻底抽干。第一个黑洞就是即将到来的英伟达财报。英伟达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美股的定海神针，甚至可以说是全球股市的定海神针。过去1年，整个纳斯达克指数的上涨几乎有一半都是英伟达贡献的。如果英伟达的财报不及预期，会发生什么？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会引发一场雪崩。不仅仅是英伟达自己会暴跌，整个半导体板块、整个 AI 板块，甚至整个美股都会跟着暴跌。而且这次下跌不会是短期的回调，而是一次彻底的估值重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戴维斯双杀。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戴维斯双杀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公司的业绩不及预期，股价下跌，同时因为业绩不好，投资者给的估值也会下降，股价再跌一次，2个下跌叠加在一起，股价很容易就会腰斩甚至膝盖斩。第2个黑洞就是 SpaceX 即将进行的750亿美元天量 IPO。 75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之一。这么大的一个 IPO 需要从市场上抽走多少资金？你想想，那些大型基金、机构投资者想要参与 SpaceX 的打新，他们从哪里弄钱？他们只能卖掉手里现有的股票。卖掉谁的？当然是卖掉那些流动性最好、涨幅最大的股票，比如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所以你会看到，在 SpaceX IPO 之前，这些大盘科技股会面临巨大的抛售压力，而这些股票的下跌又会带动整个大盘的下跌。这2个黑洞，一个在基本面，一个在资金面，它们会形成共振，
给已经非常脆弱的市场带来致命一击。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钱亏掉吗？原视频给出的建议是立刻空仓，现金为王，唯一可以配置的就是拥有真实现金流，能够转嫁通胀成本的能源股。我觉得这个建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完全照搬。首先，现金为王肯定是没错的，在流动性极度收紧的环境下，持有现金虽然会有通胀的损失，但至少不会亏本金。而且当市场出现恐慌性暴跌的时候，只有持有现金的人才有能力去捡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资产。其次，能源股确实是当前环境下相对安全的选择，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能源公司的业绩会非常好，而且能源股的估值普遍很低，分红也很高，有很强的安全边际。但我要提醒你的是，没有任何一种资产是绝对安全的，能源股也会跌，只是跌的幅度可能会比科技股小很多。而且如果你现在才去追高能源股，也很可能会买在高点。投资这件事儿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投资周期不一样，适合的策略也不一样。我能告诉你的只是当前市场的真实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最终的决策还是要你自己来做。但有一点是我必须强调的，那就是绝对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抄底 AI 科技股。很多散户就是这样，越跌越买，越买越套，最后把自己套死在山顶上。你要记住，趋势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当一个板块开始进入下跌趋势的时候，任何抄底的行为都是在接飞刀。你以为你抄在了底部，其实下面还有18层地狱。本来讲到这里，这个视频差不多就该结束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所有这些逻辑，所有这些观点，都来自于最近在网上非常火的一个视频。而这个视频在最后一秒出现了一个史诗级的穿帮。在那个视频的25分51秒，主讲人突然读了一句完全不相关的话：拜拜，今天是周一，检查时间点逻辑是否有误，把这篇文章的所有敏感词删去或替换。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整个视频从脚本到配音，甚至可能连画面都是用 AI 一键生成的，没有人工审核，没有真人创作，就是输入一个极端看空的提示词，然后批量产出的流量收割工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现在居然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收割散户的情绪和注意力；笑的是，这些做批量矩阵的人，居然连最后1分钟的审核都懒得做。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种风格的视频特别多，都是一样的急促语速，一样的红色倒计时，一样的末日论调，一样的立刻停下所有动作的开头。他们的画面都是一样的，都是红绿 K 线崩盘、核爆、乌云这些素材，他们的背景音乐都是一样的，都是那种急促压抑让人紧张的音乐。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给你提供有价值的投资建议，而是利用你的恐惧心理收割你的注意力，然后通过广告和带货赚钱。他们把市场上所有零散的利空消息，不管真假，都串成一个完美的末日故事，让你觉得天马上就要塌了，只有跟着他们走才能活下来。他们非常懂人性，他们知道散户最喜欢听什么，最害怕什么。他们用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数据来营造一种专业权威的假象，让你觉得这个人好厉害，我必须听他的。然后在你最恐慌的时候，让你订阅他们的频道，购买他们的课程或者服务。我不是说市场没有风险，相反，现在的市场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风险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不能被别人制造的恐慌牵着鼻子走。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独立思考，是你自己去分析信息，自己去判断风险，自己去做出决策，而不是别人说天要塌了，你就赶紧跟着跑，别人说要抄底了，你就赶紧跟着买。当所有人都在喊着世界末日的时候，往往就是机会出现的时候，但当所有人都在喊着抄底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别人故意制造出来用来操控我们情绪的？有多少是 AI 批量生成的垃圾内容？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当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被 AI 批量生成，当所有的情绪都可以被精准操控，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
是相信那些用算法算出来的末日预言，还是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如果你喜欢这种拆解套路、独立思考的内容，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最真实、最有深度的市场分析，帮你避开那些无处不在的投资陷阱。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基于你自己的独立判断，并且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